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在影片開始之前呢，想先請你幫我一個小忙，先幫這部影片按個讚。那如果你看完之後覺得好像沒學到什麼，沒關係，你再把那個讚收回去就好。好，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分享吧。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？為什麼我們身邊有那麼多聰明、學歷又高、工作又拼命的中產階級？比方說醫生啊、律師啊、工程師，年薪可能幾十萬甚至上百萬，但他們辛苦了一輩子，到退休的時候，銀行戶頭裡卻沒剩下多少錢，甚至還欠了一屁股債。是他們不夠努力嗎？不是。是運氣太差嗎？也不是。真正的問題其實就出在他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，在自己都沒察覺的情況下，不斷地買進一種叫做偽資產的東西。他們以為自己是在累積財富，但實際上他們只是在為未來累積賬單。所以要搞懂這一切，我們得先回到最基本的概念。你看哦，什麼是真資產？很簡單，就是能持續把錢放進你口袋裡的東西。不管你有沒有在工作，它都會自己產生現金流。那偽資產呢？正好相反，它就是會不斷的偷偷的把錢從你口袋拿走的東西，不管它表面上看起來有多麼光鮮亮麗。好了，那我們就來揭開第一個，也是很多人真的最常掉進去的陷阱。這個東西啊，通常不是以投資品的面貌出現，而是被包裝成一種成功的象徵來賣給你。你想想看，當你把那台閃亮亮的新車從展示間開出來的那一瞬間，它的價值就馬上增發了10%，甚至20%。你如果還是貸款買的，那就更慘了。你等於是在為一個價值不斷縮水的東西支付利息。但這些啊，說真的，都還不是最可怕的。那個真正在背後摧毀你財富的隱形殺手，叫做機會成本。我來幫你算一筆賬，你聽聽看。假設你沒有花5萬美元去買那一台新車，而是很務實地花1萬美元買了一台還不錯的二手車，然後把省下來的4萬美元全部投資到標普500的指數基金裡，按照過去的歷史平均報酬率，一年大概10%來算，30年後這筆錢會變成多少？答案是70萬美元。你沒聽錯，是70萬美元。所以那台新車的真正成本，其實是你未來人生的70萬美元。好，接下來這個，真的是中產階級財富的一個大殺手。它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我們內心深處對於保障的渴望，然後把保險跟投資這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混在一起談。業務員通常會跟你說，這個東西有多好，既有保險的安全性，又有投資的成長性，一舉兩得。但這其實是一個數學上的騙局。你想想，保險的本質是什麼？是消費，是為了轉移風險。那投資呢？是為了增值，是為了創造財富。你把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硬是綁在一起，就像你買了一台水陸兩用車，結果往往是它在路上跑不快，在水裡也開不穩。我舉個實際的例子，有一個人，他從38歲開始買終身壽險，每年繳5000美元，繳了30年之後，他賬戶裡有多少錢？不到17萬美元。但如果他當初選擇買便宜很多的定期壽險，然後把省下來的保費一樣拿去投資指數基金，30年後，你猜他會有多少錢？不是17萬，是將近90萬美元。那這中間差了70幾萬美元跑去哪了？他們就變成了保險公司的摩天大樓，還有業務員的豪華遊艇了。這第三個偽資產，外表看起來金光閃閃的，科技感十足，讓人覺得好像很保值、很安全。但它的本質啊，其實就像一顆你養的寵物石頭，它不但不會幫你生錢，你還得花錢去供養它。我喜歡稱它們為非生產性資產。你看，你買一塊農地，它會長出玉米；你買一家公司的股票，公司會賺錢，會給你分紅。但是你買1盎司的黃金，或是1枚比特幣，你把它放100年，它還是1盎司黃金或是1枚比特幣，它不會自己生出小黃金，也不會付你利息。那你買它的唯一理由是什麼？
就是你打賭未來會有另外一個人，一個更大的傻瓜，願意用比你更高的價格把它買走。誒，這不叫做投資，這叫做博傻遊戲。好，接下來這個偽資產就更隱蔽了。它通常是由那些穿着昂貴西裝、看起來非常專業的人士推銷給你的。他們會跟你說，他們有獨門秘訣，可以幫你打敗市場。你可能會想說，把錢交給專家來打理，不是最聰明的選擇嗎？錯了。數據很清楚地告訴我們，把時間拉長到10年、20年來看，超過90%的專業基金經理人，他們的績效其實都跑不贏最簡單的標普500指數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他們要一直買進賣出，產生很高的交易成本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們的利益跟你的利益其實並不一致。基金經理的目標是把基金的規模做大，因為規模越大，他們收到的管理費就越多，而不是幫你賺到最多的錢。我們再來算一筆賬，假設有一支基金每年跟你收2%的管理費，2%聽起來好像還好，對吧？但是經過30年的複利效應之後，這筆費用最終會吃掉你總收益的多少呢？答案真的會嚇到你，是接近50%。你承擔了所有的市場風險，結果那個基金經理什麼都沒做，就拿走了一半的成果，這簡直就是合法的搶劫。好了，最後一個偽資產是看起來最安全、最保守的，但實際上它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，是一個無形的陷阱，正在用一種你幾乎察覺不到的方式，慢慢的讓你變窮。很多人都會說，債券是避風港啊，現金為王啊。沒錯，從賬面數字上來看，它們幾乎是零風險的。但從實際價值來看，它們卻是財富的毀滅者。為什麼？因為有2個隱形的小偷一直在偷你的錢。第一個小偷叫通貨膨脹，第二個小偷叫稅。當你把這2個因素都扣掉之後，你會很驚訝地發現，你的實質報酬率常常是負的。你以為你在賺錢，但其實你的購買力正在不斷縮水。所以記住這句話，真正的風險不是資產價格的波動，而是你購買力的永久性喪失。好了，講到這裡，我們聊完了這5種常見的偽資產。我想問問你，你有沒有什麼收穫？如果有的話，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有。當然，也歡迎你分享自己的想法。那如果覺得沒有也沒關係，你可以說沒有，然後提出你的看法，讓我們可以一起教學上香。既然這5種東西都這麼雷，那到底我們該買什麼？其實答案非常簡單，就是去買生產性資產。也就是那些不需要你花錢去餵養它，反而能夠像一棵果樹一樣不斷為你結出果實的東西。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優秀企業的股權，也就是我們說的股票，或者是那些能夠產生穩定正向現金流的出租房地產。對於我們絕大多數的普通人來說，最簡單也最有效率的策略，其實就3步。第一，先誠實的承認我們贏不了市場。第二，既然贏不了，那就乾脆買下整個市場。你可以去買那些管理費極低極低的指數型基金，比方說追蹤標普500的基金。你這樣做，就等於一次擁有了美國最強大的500家企業的一部分生產力，讓蘋果、微軟、亞馬遜這些全世界最聰明的大腦在替你工作。那第3步呢，就是你唯一需要做的事，就是極度有耐心的持有它。最後，我想分享一個最重要的觀念：真正的致富秘訣其實不在於加法，而在於減法。大部分的人一輩子都在玩加法的遊戲，想要更多更好的東西。但你要知道，你所擁有的每一個偽資產，都像是你背上的一塊石頭，它們不僅會吸乾你的錢，更會消耗掉你的精力，還有你寶貴的自由。所以我真心建議你，
從今天開始，對你的財務狀況來一次徹底的大掃除，賣掉那台不斷吞噬你現金流的豪華汽車，停掉那份像吸血鬼一樣的終身壽險，清掉那些收費高昂卻績效平平的基金，把這些偽資產一個一個從你的生活中移出，然後把省下來的每一分錢全部投入到真正的生產性資產裡。你要相信，財富的盡頭不是奢華，而是一種內心的寧靜。真正的富有是擁有完全屬於你自己的時間，不受任何人掌控，還有每天晚上都能睡得安穩的那種踏實感。如果你覺得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訂閱、分享，並且開啟小鈴鐺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未來分享的更多寶貴知識了。微晚待續，我們下期見。